乌军还在前线奋战，而乌克兰的国家命脉呢，却被泽连斯基打包白送给了美国啊，连战后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俄乌冲突打了1年多，乌克兰无论是经济体系、社会秩序还是基础设施，都是在高强度的战争冲击中的支离破碎。可即便乌克兰都已经这么惨了，美国这个吸血鬼呢，却仍然是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国家。在泽连斯基磨磨蹭蹭、迟迟没有展开大反攻之际，拜登直接派遣自己的钦差大臣，连发几道金牌，迫使乌军一头扎向俄军的精心布置的条条防线。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即便有着西方先进武器的乌军，被俄军进行了单方面的吊打，坦克、装甲车等装备残骸散落了一地。而就在乌军还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呢，美国人在干嘛呢？忙着从泽连斯基手中拿走乌克兰整个国家的命脉。泽连斯基也是大方，直接就白送给了美国。是的，白送，连钱都没要。据央视报道，美国一家投资巨头贝莱德公司通过与乌克兰成立的乌克兰发展基金的方式，将把乌克兰的能源、基建、电网、农业投资，甚至是国企，通通进行打包，然后免费进行接手。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将乌克兰战后翻身的机会通通白送给美国这家公司呢？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如今乌克兰的债务实在是太多了，明显根本就还不上。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曾经宣布，现在乌克兰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40亿美元，其中有60%的债务是来自欧盟，而且规定乌克兰必须在2027年前进行偿还。可乌克兰的 GDP 呢，去年1年也就1500多亿美元左右，这也就充分表明能吃下这么大蛋糕的贝莱德公司绝对手眼通天。而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所管理的资产比法国和德国 GDP 加起来还多。而更恐怖的是，这家公司的手里不仅有钱，更有权。哪里带的呢？美国政府给的，因为它的股东有许多美国大型的金融、军工巨头，媒体集团的股东甚至还管理着美联储的债券。所以泽连斯基把乌克兰的命脉通通打包白送过去。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他已经不怎么需要为乌克兰欠下的债务进行操心了。毕竟这么一来呢，乌克兰的一切都要听这家美国公司的。而欧洲这帮小老弟在吵着要还钱，或许泽连斯基就只能两手一摊，表示有能耐你们就找美国人去。所以总而言之，正如美国媒体、美国保守派曾经发文所说的那样，在美欧人的眼中，乌克兰仅仅是炮灰而已。免费援助未免把这些人想得太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曾经富硕的乌克兰在美国的操弄下沦落卖国抵债，确实让人感到唏嘘。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